在暗黑2的术士扩展包里新加了2个套装，这2个套装强吗？值得选用吗？在暗黑2复制版里，因为大量符文之语过于强大，套装几乎已经完全被玩家抛弃，最多也就只能当做过渡装。如果说还剩那么一点点市场的话，估计就只有 Tarasha 的法师套装了。从逻辑上推理，如果新加的套装仍然与之前的套装一样很弱，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加在扩展包里。既然加进来，那是不是确实有实力呢？懒人包1，新增套装 Horizons Splendor， 从属性上直接对比看，攻击性比 Tarasha 套稍差，防守性则更强。由于装备位置的原因， Horizon 套将强于 Tarasha 套，值得拥有。再考虑到可打孔和新暗金珠的加入，四壮估计 Horizon 套将是术士的毕业装。2，由于新的暗金项链、戒指、腰带都是 Craft 手工物品的天花板，因此手工制品将被驱离市场，由此手工制品材料价格也将下跌。3，高价值材料将会凸现。下面我们一起仔细分析一下，看看新套装到底如何。这是新套装 Horizons Splendor 的整套装备：头盔、甲、手套、靴子和一本术士书，属性非常多。属性多而杂，在没有参照系的情况下是不好评价好坏的。当我们单独对比某个部位的装备时，比如头盔，因为属性少，相关性大，我们相对很容易。然而套装的属性太多，完全无法靠直觉来进行对比。那么如何才能够比较好的评价新套呢？要进行评价，我们需要一个评价参照标准才好比。法师 Sword 的最经典套装 Tarasha 套是一个目前也还有不少玩家使用。与其进行1对1比较，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得出一个直观的评价结果。下面是 Tarasha 套装的属性：项链、武器、甲、头盔、腰带。如果满套的话呢，会再加上这一些。有网友可能会说，那这还是没法比啊 ，Tarasha 的套的属性也一大堆。确实是这样。四壮会进一步对2套属性进行分类对比，让大家能够看清楚。我们知道装备的属性可以分成3大类：攻击属性、防守属性和其他的一些附属属性。我们把这2个套装的属性进行分类，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它们的异同了。攻击属性对比表、防守属性表，我们把它们一一对应起来，分类之后我们就可以比较好对比了。那首先我们详细对比一下攻击属性。2个套装 Tarasha 套加6技能， Horizon 套呢只加4，但是还有加2个 Demonic Binding， 就是恶魔绑定和意念武器，各加2级技能，所以总体来看 Horizon 套也基本上加了6级，两者基本相当。Tarasha 会在 Mastery 上会加1到2的技能，略强，减对手的火抗 Horizon 高于 Tarasha 套。然而 Tarasha 套在减怪物的电抗这个属性很强，而 Horizon 套呢没有。冰伤害 Tarasha 套占优。此外，对于法系职业来讲，快速施法很重要， Tarasha 套加了 50%， 而 Horizon 套没有。然而 Horizon 套呢会在近战的物理伤害上优于 Tarasha， 它有 10% 的 Crush Blow， 有30%的攻速。有攻略指出，术士的 Echo Build 不吃 IIS， 只吃 FCR。 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 Horizon 套显然弱。但真的如此吗？实际上还是存疑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测试。此外，吸蓝吸血两者基本持平， Tarasha 稍优。总结起来，在伤害属性方面 Tarasha 稍强，新套装 Horizon 稍弱。四壮对于 Horizon 的 IIS 和 CB 有疑问。从合理性上来说，如果一个新的职业套装完全没有强化本职业的进攻属性，应该是不合理的。因此
四川对于目前有些攻略上说的 Echo Build 或者 Middle Build 只吃 FCR 不吃 IS 是有一些疑问的。目前没有官方的信息，对于术士 Build 的机理，我认为还需要更多的测试和试验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们即便假设 IS 和 CB 能作用到术士的一些主攻技能上， Tarasha 从属性值上来看还是要略强一些的。对比完进攻属性，接下来对比防守属性。防守属性对比表如下：首先最重要的抗性 ，Tarasha 占优胜出，它总共的抗性增幅非常大，火抗105，冰抗105，电抗138，毒抗65。Horizontal 4抗只加50，所以在这一项上面落后比较多。Horizontal 多了一个减少毒伤害的时间，在这一项上 Horizontal 略占优。然而在伤害减免上 Horizontal 胜出，它有 15% 的物理伤害减免。此外，在快速打击恢复和移动性上 Horizontal 胜出，两套在增加生命和蓝量上基本相当，就考虑到在后面的这个属性上之后基本相当。防御和格挡这两者对于这两个职业 build 来讲应该都不关键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。另一方面 Tarasha 套有一个 37% 的伤害转到 mana， 而 Horizon 套呢有一个不能被冰冻，这个属性还是比较有用的，可以省略冰霜之心的这个戒指位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Horizon 套在这一项上比较强。对比下来 Horizon 术士套在防守方面领先，到此我们对于这个新套装就基本有了一个判断，其强度与 Tarasha 基本相当，在攻击属性上略差，但在防守属性上要强出。实际上这还不是最终的对比结果，因为两套在装备部位上有差异，因此会影响其扩展力。我们再看下表，这张表里列出了两套的这个装备位以及空出来的装备位。Horizon 套是头盔、甲、手套、靴子、副手，而 Tarasha 套是头盔、甲、武器、腰带、项链。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套剩余的装备位不同，这也决定了其扩展的属性强度有巨大的差异。两套都留有戒指位，不影响对比结果，因此我们可以跳过，因为两者可以选用完全相同的戒指。好，我们看看其他的。Horizon 套呢还留有武器、腰带和项链3个装备位置， Tarasha 则只留下了手套、靴子和副手。我们可以看到 Tarasha 锁死了武器和项链，空出来的这几个呢基本上都不太强了，除了副手可能强一点之外，因此它本身就是这个套装的天花板，不可能有再特别大的提高。然而相对而言 Horizon 套呢有巨大的优势，它空出来的是关键位，武器位、项链、腰带。武器、项链、腰带的组合显然比手套、靴子、副手要强得多。你可以拿一把顶级的符文之雨武器，比如说 Void 虚空或者 Infinity 无限，同时呢你可以选用强力的腰带和项链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 Horizon 套的最后配装强度会比 Tarasha 高出一档，值得拥有。鉴于 Tarasha 套对于法系职业来说还有相当的市场，因此可以肯定 Horizon 套不会比散件配装要差。如果再把一个因素考虑进来，四川认为新的 Horizon 套将大幅超越符文装。是什么因素？打孔。Horizon 套的头、甲、副手都可以打孔。如果镶嵌上新加入的强力暗金珠，相当于比其他符文头和甲多出3个暗金珠的威力。我们复习一下新加的暗金珠宝的这个属性。我们拿物理攻击这个吧，就是守护者之石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暗金珠可以加30
到50%的伤害增强，同时减5%到10%的物理抗性，附加伤害10到30的物理伤害，15级的 Fade， 也就是 Treachery 甲上的那个技能是一样的效果。此外还加3到5的经验和金币，还有 MF 值。因此试想一下，在刚才的套装里面再加上武器、项链、腰带之后，再加上3个守护者之石，整个配装将获得90%到150%的伤害增强，同时还加了30到90的物理伤害，拥有15级的 Fade， 加9%到15%的经验，再加75%到150%的金币。或者我们可以用装备2个Protect Stone， 然后呢再换一个具有25级飓风装甲的暗金珠，它的防守力将急剧拉满。因此思壮认为没有别的配装会比这个 Horizon 套加3个 Unique 珠更强。在扩展包里还加了另一个初级套装 Banisk Garments， 这个属于低级过渡装，没有分析的必要了。到此数次扩展包里面新增的物品对比完了，简单总结起来就是新套装 Horizon Spender 本身强度与 Tarasha 相当，但由于其空出了武器、腰带和项链位置，使总配装强出整整1档，加上可以打孔镶3个暗金珠，思壮大胆猜测它将超越符文装，极有可能成为相关 build 的毕业装。其次，新加符文之语 Authority 是开荒神甲，进地狱难度前非常强。第三，符文组 Coven 和新暗金 Hellwarden's View 是唯3有 FCR 的头盔，能够解决法系 build 的项链和戒指位，使配装更灵活强大。第四，虚空 Void 符文组造价高昂，是 Magic Build 的终极符文组武器。符文组 Hysteria 和 Mania 是开荒神器。腰带 Giz Badger 攻守兼备，与蛛网比肩甚至胜出，它可以说是手工腰带的天花板，因此它也完全摧毁了 Craft 腰带和 Rare 黄腰带的市场。满变的 Entropy Locket 赶上甚至超越了传统的毕业项链，其属性也是 Craft 项链的天花板。以后玩家没有理由不去刷 Entropy， 而是自己投入大量材料去 Craft 项链了。新加的2个暗金戒指 Opaven 和 Slim 则是 Craft 戒指的天花板，因此思壮猜测也没有玩家再会去拼命 Craft 了，不如刷这2个戒指来的有效。有朋友可能提出，一些极品的手工和黄装是不是仍然有市场呢？理论上手工装仍有可能超越 Giz 腰带、Entropy、Slim 这些新暗金，但实际上却是概率非常低、非常低的不可能事件，完全形成不了市场。因此思壮大胆猜测，以后的手工装备将完全失去性价比，从而无人问津。当 Giz 和 Entropy 这种保底天花板出现以后，普通玩家再花紫宝石去洗项链就是纯粹的浪费资源了。新版的暗金珠宝和破免 GC 强度远超原版，新的破免材料将迎来新的重大行情，有可能会冲击目前 Uber Key 这一价值王者的地位。由于变量众多，因此想要达到满变是极其困难的，从而刷破免 GC 将成为新的烧钱项目。同时新暗金珠的出现可能会使部分暗金装备和套装起死复生。由于以上的种种变化，新赛季市场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Latin 的 GC IO 16号、17号 Loom、18号 Co、19号 Fa、21号 Poo、23号 Mal、宝石、金石 Shard 碎片、Uber Key 雕像将是新赛季的高价值材料。相反，原来高价值的紫宝石、8号等 Craft 手工材料的价值将下降。洗脸水
15号的 Hell 应该维持不变。一句话，术士扩展包不仅仅加了一个职业，它是在重写暗黑2的经济学。Horizon 套装不是过渡，它极有可能是你这个赛季的毕业装。订阅时装，不错过下一期视频。我是时装，再见。